在澳大利亚肆意挑战中国利益，被中国修理后，澳大利亚最近又频繁找存在感，2天内就连着碰瓷中国5次，被中国打急眼了，还是想挑起战争。在6月9号，彭博社报道，莫里森表示正在寻求 WTO 采取行动，解决和中国的贸易争端，并且还呼吁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支持世贸组织改革，以惩罚经济胁迫行为。同一天，澳大利亚还和日本举行2+2外长会议，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在涉港、涉疆、涉台等问题上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声明不仅首次提及台海，日本还将澳军列入保护对象，这2个反华先锋勾结在了一起。还是9号，莫里森又在演讲中表示，西方与中国战略竞争类似1930年代，盟国要捍卫崇尚自由而非独裁的世界秩序。澳洲也开始拉拢盟友了，并且把自己归类为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而在6月10号，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刊文指责印尼倒向中国，澳政府必须采取行动阻止印尼被中国掌控。文章指出，近期中国和印尼双方合作频繁，包括中国海军派救援船打捞印尼海军失事潜艇。截至双方还在雅加达附近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中国还帮助印尼采购医疗物资，支持印尼成为地区疫苗生产中心。印尼将向中国靠拢，而中国加大与南亚国家合作的目的是在发挥软实力的同时，向澳大利亚传递一种信息，未免也太过于自作多情，以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10号，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表示，由于澳大利亚地位和历史，澳大利亚永远不会与中国建立像美国这样的传统盟友一样的军事关系。他还警告，印太地区军事集结意味着战争前景并不遥远，澳大利亚需要为突发事件做好准备，而且可能要增加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澳部队人数。2天内就5次碰瓷中国，澳当局似乎不提中国就说不了话了。分析称，澳大利亚如此找存在感，是被中国打急眼了，想搞事情吸引中国和欧美国家的注意，试图得到美欧国家的重视，并且增加中国谈判的筹码。但你看中国理你了吗？澳大利亚最可悲的是没有自知之明，膨胀的已经忘乎所以。对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当面劝莫里森必须学会与中国相处。同时，独立澳大利亚刊文称，由于和美国结盟，澳大利亚对中国越来越激进，已经违背自身最大利益，澳美联盟将引向对华战争。然而，澳洲人几乎没人明白这有多可怕。在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国防部正在对一名五角大楼内部人员进行调查，很可能涉及与中国方面的私下文件交往。也是当天，美媒《华盛顿邮报》对外透露，这名被调查的人名叫弗朗茨·盖尔，是美军退役的海军陆战队成员。在退役后进入五角大楼工作，长期从事内部机密文件整理工作。据《华盛顿邮报》透露，五角大楼方面给出的调查情况是，盖尔曾经接连2次向中国官方机构致函传递文件。第一次是在2021年的4月27号，盖尔在文件中写道，美国内部对于涉台问题非常矛盾，或者说存在严重的腐败状况，影响了美国高层对于台海问题的决策。而内部会议的讨论分析情况是，美国如果介入台海战争，那么将没有丝毫胜算，一旦美军的判断错误，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场致命的战争。盖尔第2次向中国致函是在5月27号，不过美媒没有进行详细的资料披露，只是表示盖尔在第2次的文件中提到，美国正在准备对台海地区实施又一次的战略影响，这很可能直接引发台海冲突正式爆发。基于这2次文件传输，其中含有一些内部会议的机密谈话内容，却被盖尔传输给了中国。为此，美国五角大楼启动了对其反间谍调查。很有意思的是，消息一出，弗朗茨·盖尔很快被美国舆论打上了叛徒和内鬼的标签。不过在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中，却有这么一段描述，盖尔坚持表示自己对做出的事情并不后悔，美国正在疯狂地陷入又一场错误的战争。或许这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说有点过分，但自己向中国传递文件是为了吸引全美国爱国者的注意，是为了阻挠美国做出错误的选择。错误爆发的战争将产生让所有人感到后悔的悲剧。值得一提的是，有观察人士指出，盖尔的表述可能只能说有一半是真话。当前美国国内政客不断在台海问题上政治作秀，谋求自身影响力，即便在五角大楼内部也同样如此。然而尴尬的点在于，五角大楼高层这些人是不需要上战场的，海军、空军，一个因为中国反介入抗拒之战术不会靠近南海、台海地区，一个因为距离问题根本就摸不到战场的边儿。而如果美国真的引爆台海战争并正式介入，那么唯一有可能上战场的就只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而盖尔作为一个退役的海军陆战队成员，并一步步成为五角大楼的内部成员，自然想要替自己人喊冤。毕竟打起来，美军高层这帮人坐享政治作秀带来的好处，
但真正去死的却是海军陆战队。因此，大张旗鼓折腾出来的内鬼，恐怕也是想要借中国的影响力阻挠台湾问题激化。据印媒《印度斯坦时报》在6月12号的消息，印度安全部队在前2天抓捕了一名形迹可疑的中国人。印度安全部队在进行接触后发现，此人在证件不齐的情况下，从西里古里走廊越境印度本土，而该走廊是印度东北部地区与本土具有联系的唯一通道。为此，印军以间谍罪为由将其抓捕。据印媒报道称，这名中国间谍很快将自己的身份透露出来，此人是湖北人，男性，名叫韩俊伟。印度安全部队在此人身上搜索出一台笔记本电脑、2部手机、2个 U 盘和现金银行卡若干，还未来得及审讯，此人就供出另一个一同越界但未被发现的朋友孙江，后者在当天也被抓获。如此劲爆的消息，一贯追随西方媒体态度的印媒，果然在国内掀起了一波对华舆论。然而消息传回国内，有不少网友却发现，此人似乎并不是什么间谍，相反，还多次替印度说好话，是个典型的印吹。有网友爆出，早在去年4月份，我国正在全面应对疫情时，韩俊伟这名所谓的中国间谍，在接受采访时对外鼓吹印度的防疫政策特别严格，还用上超乎想象一词，印度医疗卫生体系十分不错。此外，韩俊伟还嘲讽国内一些人总喜欢说印度的负面消息，但其实印度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觉得脏乱差，那是没有长期在印度生活过，印度还是不错的。如今我们现在看到，印度国内的疫情状况显然没有印吹早前所说的严格，否则就不会有如今印度国内彻底崩溃的医疗体系现状，不会有各种民间惨状。这个印吹恐怕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所谓的美好国家会把自己当成间谍给抓捕。值得一提的是，有媒体报道称，这个印吹之所以喜欢鼓吹印度，很可能不是真的认可印度，而是为了自己口袋里的钱包。此人在印度经营有一个旅游项目，也自己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接待中国游客。此人在去年鼓吹印度抗疫措施严格，本质上是想要营造一个印度安全的假象，从而欺骗一些不明所以的国人前去旅游，照顾一下自己的生意。也有网友调侃，这说不定既是因为吹得太过，导致印度人自己觉得都不是同一个印度，这才觉得是间谍，就给抓了起来。基于当前的中美对抗形势，很多人都开始担心一场潜在的冲突将要在中美间爆发。当然，这并不是危言所听。如果真是清除美军的一系列动作的话，中美一战的概率是确确实实的存在的，而且某些时候概率还极高。拿美军最近的行动来说，日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发布了一项指令，在指令中，奥斯汀明确要求加快发展美国的军队和军事能力，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迎接来自中国的挑战。这番话除了有明显的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意味在，还将美国同中国对抗的祸心一清二楚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在另一项针对中国的计划中，美国正打算利用无人潜艇布放的智能水雷来对付中国的潜艇。如果说前一项奥斯汀的秘密指令只是普通的对抗举动，那么这一项无人潜艇计划则是实实在在的备战举动。美军声称，一旦中美爆发冲突，其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防卫中国潜艇出入太平洋，特别是菲律宾海。至于为何是菲律宾海，美军解释称，因为菲律宾海是战时美国航母战斗群最有可能停留并打击中国内陆的地方，这足以见得美军已经打心底里认定中美必有一战。那么一旦中美真的开战，在美国眼里，没有盟友的中国真的会面临孤立无援的局面吗？并不是。分析人士指出，一起对抗印度干出来感情的巴铁，以及念及旧恩情的朝鲜会帮助中国。当然，在这中，俄罗斯的态度最引人关注。无论是从世界局势，还是从战力加持上来看，俄罗斯在这场可能的中美冲突中的立场绝对不容忽视。但是被问及一旦冲突，俄罗斯会采取什么立场时，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的表态却耐人寻味。其称，如果是在国际形势以及重大问题的抉择上，俄罗斯显然是更加靠近中国，毕竟中俄拥有共同的敌人美国。但是是否会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时，杰尼索夫表示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杰尼索夫看来，中美乃至美俄间都不会发生战争冲突，因为一旦发生，整个世界将会不复存在。尽管这样的回答确实有一定的依据，但是从这个表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并没有完全对中国放下戒心。在中美俄三国间，俄罗斯的态度还是希望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三脚架的平衡。无论是美国过于强大，还是中国过于强大，俄罗斯都不希望看到。